迎收看科普开箱购。看到这一集的观众有福喽！我们今天呢要开箱的是南亚云端网络商展南亚 Cyber Trade Show。南亚是全世界最大的塑胶工厂之一哦，而且目前正在追求的是生产数位化、制程透明化以及绝对差异化哦。听起来很有未来性哎！而且因为南亚的产品有非常多，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介绍会分为绿色生活、医疗材料还有科技材料来为大家介绍哦。那就跟着我们去看看吧。现在看到的这个货柜呢，是我们跟长庚国际能源所合作的一个产品哦，它是货柜型的一个储能柜，打开看看它的内造。里面有很多的电池模组所组成，它呢主要就是在做一个电力储存的一个功用。其实储能柜呢，它的一个理念就是让你在夜晚的时候先把需要使用的电先储起来，白天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用，进而去做到一个节省电费的一个功用。那除此之外呢，通常可能像一般的建筑物或者是一般的厂房屋顶的部分去做太阳能板的一个架设，当然就需要另外一个储存电力的一个媒介。这也是为什么最近这几年开始，储能柜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能够非常的夯，有点像一个大型的行动电源。没错，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超大型的行动电源。它里面所使用的电池呢，它是一个软包电池，而且它是磷酸锂铁的电池。目前台湾的市场里面，电池里面算温度非常低、非常安全的一个产品。在我们后方这个听说是可以折叠组合的屋子哦，或移动城堡一样的概念吗？组合屋设计有一个理念呢，主要是把你的天花板、墙体以及地板的部分呢，在工厂预铸好之后，就先把它连接折叠起来。透过卡车的运送到指定的地点之后呢，再把它做展开组装的一个动作。组装的时间呢非常的短，大概只需要1到2天的一个时间。想问一下，像现在台湾这么多台风，还有美国的一些飓风啊，这个屋子都是可以抵抗的吗？我们一旦产品要上市面上去做销售的话，在这之前呢，我们都会做非常严苛的一个测试以及完整的一个认证，我们才会把它开放销售给消费者，为了要让消费者使用的非常的安心。那因为这个组合屋有相关非常多的一个认证资料，消费者这边真的有兴趣的话，欢迎上我们的南亚云端网络商城。很酷哎，好棒哦！对，真的非常方便以及快速。真的，因为我们之前看到那种建材，通常都是石材或者什么大理石之类，那这个对，没错，塑胶。里面看到包含天花板、还有墙体、还有地板以及这个门跟框的部分，都是我们南亚塑胶的一个产品哦。墙体的部分可以自由去做搭配与变换，非常的方便。UB 其实是 Uni Bathroom 的一个简写，这个施工方式它是一个干式施工法，它是从日本所传过来的。简单来说，就是把所有的材料在工厂内先预铸好，再带到现场来做快速的施工。它整体施工完的时间可能只需要1天的一个时间哦。那像现在台湾缺工缺料很严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趋势与工法，非常适合大家使用。这个白色的窗户呢是我们的南亚节能窗，那这边金属原色这边的窗户呢是一般的铝窗。那我们这个节能测试箱呢，主要是要去展现太阳照射在窗框上面的一个温度表现。那你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它实际在温度上面的落差已经可以差到5到6度之多。那我请2位美女来帮我摸摸看，它的窗框的感觉如何？完全没有热的感觉。这就有温温的感觉了。主要来说呢，是因为铝窗它是一个金属材，也是一个导热材，那它的热传导系数是我们的塑胶的1250倍。塑钢节能气密窗在欧美国家已经历史悠久，大概有40-50年了，而且大量在使用。好，这边请。哇，所以我们刚刚都是防火门的部分。对，没错，你这边看到的呢，都是我们的防火门系列。对，那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看到的这一堂偏黑色这个门呢，是我们远雄台北大巨蛋指定使用的防火门哦，不会有生锈的问题。第二个，它又没有像一般金属门来的这么重，所以它包含在推力上面会非常的轻巧。
五金也会不容易损坏。那除了像远雄的部分之外呢，像日升升，还有现在新复发也有在使用我们的室内门的部分，我们都是使用这个 SMC 的面材去作为我们的门的材料。后来思敏还介绍了这款英国的外销门，听说是英国销量前3的产品呢，而且还获得台湾金瓶奖哦，真是太厉害啦！那接着我们就去看看一款神奇的椅子，走，坐坐看，坐起来舒服吗？还不错啊。那这个产品呢，是我们的神奇健康椅。神奇在哪？因为现代人工作时间很久，久坐，所以我们就开发这个椅子，结合了办公椅跟皮拉提斯椅在一起。也就是说呢，让你能够轻松的在办公室里面，有时候觉得很累、头脑很混沌的时候，透过简单的小动作来加速你的血液循环，能够达到运动的功效。蛮紧的这个，很棒啊，因为上班都一直久坐。对啊，对，没错。可以顺便瘦身。对，消费者的声音我们都听到了。哇，开箱到现在真的太多神奇的东西了。听说南亚有一款全球热卖的产品，我们赶快来看看是什么。那我们看到后面很多大大小小的水管所以邀请到我们的洪处长来跟我们讲解一下喽。对啊，有好多种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这塑胶管是在民国47年就开始生产了，到现在其实我也还没有出生，我年龄没有透露所以现在到了113年的话，整整66年那我们这个塑胶管这个产品为什么在台湾那么有名？我们最主要2个那个亮点：规格齐全，品质优良。所以你要盖房子的话，一定要用南亚。南亚管材的话，盖出来的房子品质最好。那刚好提到盖房子是用后面哪一些管子呢 ？OK， 那盖房子的部分有很多种，灰色的是在做电线导管的部分，也有一些灰色的，它是在做排水管，还有电信管另外一个橘色的这边是没有摆出来那橘色的是在做污水的部分还有自来水的的 W 管，自来水在饮用还有一个耐冲击管我们在这边看到的这个是耐冲击管大概有这些管材，形形色色。种类都很多那个黑色的管好像长得比较不一样，它是什么？这个叫做 FM 埋地消防管，有通过美国的 FM 的认证，可以使用在消防的系统的管路它可以耐震，可以达到6强。我们现在也要转型高职现在就是转型跟着台积电跑那你看到这个管材是台积电在使用的高科技厂房使用的管线，这个叫 PVDF PVDF 材，它是跑超纯水的，它用在哪里？它用在晶圆代工迁徙使用的这个阀门也是一样，也是 PVDF 的，所以我们正在着手要去建制这个 PVDF 生产线。这里很多汽车用的皮料，还有排挡杆这些是什么这个都是用我们的工程塑胶胶粒卖给客户，下游客户他去把它做成汽车使用的一些工程塑料。那其实汽车在追求是轻量化，对，但塑料的使用大概占了1/3的比重。为什么要用这个塑料？因为它可以，第一个它可以轻量化，轻量化就可以比较省油嘛，节能减碳嘛，那再来的话，它的性能好，也可以降低它的成本这个是最主要在工程塑胶的应用。我们各种类的工程塑胶可以搭配客户的需求。去把它做成了他想要的品质。汉娜，南亚的塑胶加工产品真的非常多元且广泛对啊，后来洪处长还和我们介绍了大家都爱用的保鲜膜，还有防水又环保的珠光纸，应用层面已经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了耶。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现在南亚公司正在积极转型喽。我们一起来看看高质化后的医疗产品以及科技材料吧。看到你手上拿这个拿好久，这是什么这个是细胞培养袋。什么是细胞培养袋？对啊，细胞培养袋它运用在尖端医疗比如说再生疗法、细胞治疗上，运用很广泛。高透明度，我们有利于观察细胞在里面培养的生长状况。每一个细胞培养袋都是经过辐射灭菌、无菌、透气、独立包装。那像这么厉害的产品，是只有南亚在做吗？没错，目前细胞培养袋都是以进口为主。南亚是台湾第一个生产细胞培养袋的
厂商哦。那除了这个培养袋，我手上还有拿着这个，这是什么啊？这是采血管，采血管它在医疗单位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设备哦。它里面有添加特殊的添加剂，它有4种颜色，分别代表了4个不同的场合使用。请看底下这4个哦。除了这采血管，我刚刚看到汉娜后面一直藏着什么东西？我刚刚发现后面有一个很神秘的东西耶。这个小圆盘吗？这个是减白过滤器。减白过滤器跟底下这个血袋是一整套的哦。减白过滤器呢是去除血液中的白血球，跟一些我们抽血当中不必要的细胞成分，把它过滤掉就对了。是，所以滤出来的血是干净纯净的。对。那汉娜手上这个怎么有那么多袋？需要那么多袋吗？对啊。目前呢，南亚的血袋套组呢，总共有5个规格，分别为单联、双联、3联、4联以及 inline 血袋套组。就是根据不同的用途去用的嘛。对，而且我们都可以依客户的需求客制化哦。那它有什么专利吗？我们的这个减白血袋套组是运用仿生高分子的专利技术。这边要跟 Joanne 跟 Hannah 介绍，我们这边所有的医材产品有一个东西是不是塑胶原料的哦？让我们猜猜看吗？猜猜看，就在这边。这很像受伤贴的东西耶。贴布、纱布。这个是南亚的抗粘黏膜，它常常会用在妇科妇产手术里面，可以有效的隔离受损的组织，防止粘连，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所以它是放在身体里面的。是。那为什么把它隔开？隔开之后是可以预防它粘连，可以这样子。它是人体亲肤可以安全吸收的玻尿酸材质。哇，原来是拿来敷脸的是吗？它可以吗？所以它使用上很安全，因为抗粘黏膜它放到体内之后，数日到数周后会被人体渐渐的吸收，降解成水分，就不能把它拿出来。对，不用再开刀取出来，可以降低2次手术可能会引发的感染啊，或是并发症。而且我们也进行了临床试验，对大部分的人来说不会产生不良反应，但是使用上还是要依医师的评估为主哦。没错没错。接下来呢，要请恩伟来跟我们聊一下现在最热门的科技话题。那到底南亚在科技方面有什么样厉害的产品啊？因为台湾现在科技业这么夯，我们有没有占了一席之地呢？是。首先我们要介绍这个是晶圆保护膜，就是后面这一块蓝色的保护。蓝色的这边吗？对。保护的点在哪里啊？它可以保护晶圆，它在切割、搬运、封装过程中的完整性。它不会刮伤吗？对。后续工序完成后呢，它可以很轻易的剥离，不会残留粘着剂在这个晶圆上面。真的那种每次撕一些标签有残留都超麻烦。那除了用在这种晶圆上，还有其他产品也可以使用吗？我们的有多种的厚度、规格还有颜色都可以客制。产品呢运用在可以看边。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保护膜啊，那恩伟你手上拿着是什么？这个是电子隔离片。对，电子隔离片用在导线架的隔层包装以及面板的包装上。什么是导线架？这个就是导线架。我们要把它隔在中间。对，一条一条。然后电子隔离片最终成品是会这样子。那原先是纸，改用 PP 的话，它耐用度会提升很多。可以回收再利用。对，而且我们的特点是重金属含量少，无残留量，还可以抗静电，所以就可以让它整个是更稳定的。是。了解。那我刚刚拿好久的这个是什么？因为好像是装玩具那种感觉。很像对公仔的盒子是吗？看它是高透明度而且它耐冲击。然后抗静电，所以它可以装精密的电子元件，才不会撞到。这个电子载盘它也是绿色产品吗？我们有 Green APT 产品，它添加了 PCR 再生的回收胶布，让它变成一个可回收的。是，而且我们还取得了 GRS 认证，可以依客户的需求去选择，我们要添加 PCR 回收20%、50%、90%甚至100%以上。所以100%都用回收物去做。所以其实大家就在做这种塑胶产品，真的也是要一起注重这种环保，一起爱地球。
哇，经过南雅这么详细的讲解，真的对塑胶的产品有好深入的了解哦。没错没错。才知道原来塑胶这个东西啊，只要是正确的使用，可以兼顾实用跟环保。对啊，而且我刚刚听到，其实在医疗业啊，还有科技都可以运用到，所以塑胶运用真的是越来越广泛。没错，那想要更了解南雅相关的产品呢，都可以扫描我们的 QR code 进到南雅云端网络商城去浏览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大家拜拜。